10月20号，美国、加拿大的2艘军舰过航台海并公开炒作。21号凌晨，东部战区就此发表谈话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加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同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予以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东部战区稍早回应时也指出，美加方行为滋扰搅局，破坏台海地区稳定，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海军第7舰队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还发布了穿航台海时舰艇内拍摄的图片，并配文称此举享有所谓穿行和飞越自由，并扬言此次穿越展示美国和加拿大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决心。加拿大联合作战司令部也发表了类似声明。此次穿航台海并公开炒作的是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和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希金斯号驱逐舰是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隶属于美国第7舰队，满载排水量9033吨，母港是日本东京湾横须贺海军基地。温哥华号护卫舰属于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排水量达到5000吨级。深圳卫视注意到，温哥华号护卫舰刚刚参加了美菲的年度齐心协力演习。在南海局势陡然升级之际，本月2号起，美菲同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4国在菲律宾吕宋岛附近海域展开联合演习，重点演练反潜、反舰和防空作战。虽然美国海军声称演习不针对特定国家，但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网站指，演习旨在应对中国在南海所谓日益强硬的行为，针对意味十足。值得一提的是，演习的地点菲律宾吕宋岛与台湾隔海相望。消息显示，此次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2艘舰艇由南向北从菲律宾出发，并于20号上午穿越台湾海峡。事实上，这并非加拿大首次跟随美舰挑衅中国。去年11月，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就表示，11月1号，美国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去年美加军舰共3度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分析认为，加拿大紧随美国步伐，自愿做美国跟班，一方面需要通过对美国的依附关系来换取自身安全，另一方面，近年来加拿大对华关系处理非常意识形态化，国内已经形成逢华必反的政治氛围，这在对华经贸议题上也有所体现。今年7月31号，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对于加方刷存在的行为，中方表达坚决反对，并通过军事外交渠道提出了严正交涉。美国、日本还有他那个加拿大在一起的话，做出一个算是一个紧急应对，就是表示的话，就是美国还是对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些突发事态有这个影响力或者说是掌控性。美加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并进行炒作，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呢？对于美加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事情，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回应说，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加军舰过航行动进行全程的跟踪警戒，依法依规予以处置。美国军舰穿梭台湾海峡已经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刷存在感的仪式。有媒体就做过统计和总结，差不多1个月，美国军舰就要过航台湾海峡。有时候呢自己行动，有时候拉着盟国一起行动。美加军舰一起行动也不是第一次了，今年的次数呢比较少了一些而已。去年美加军舰多次过航台湾海峡，一方面呢，美国声称这是例行行为，维护美国定义的自由航行。美国将各国领土24海里以外的水域都认为是可以自由航行的国际水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多个海峡都被美国定义为可以自由航行的水域。美国并没有加入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却扮演着海上警察的角色，也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拜登政府不断强化同盟关系，一些美国的盟国也介入到亚太事务中来，欧洲国家的军舰也要到台湾海峡刷脸，而加拿大呢多次跟美国一起行动，这些动作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推高国际社会对台湾海峡的关注度而已。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指出，美加的行为滋扰搅局，破坏台海和平。台湾海峡作为重要的运输通道，各方的航行自由与安全是有保障的。美国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美国第7舰队声称自己的军舰过航海峡中的公海走廊，对于台湾海峡的法律地位，在此之前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清晰的表述。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的利益，滋扰搅局的行为不利于台海的和平，也必然会损害各方的利益。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防长会上，七国防长也再度望议台海议题。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关切当前台海局势，但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份长达10页的联合声明中，俄乌、中东两大冲突是关注焦点，但其中仍然夹带私货，大谈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深圳卫视注意到，声明中提到中国的次数达13次，其中不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以及关切南海、东海、台海局势的内容。事实上，这是G7会议自1975年成立以来首次召开防长会。七国集团是一个由世界7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组成的政府间政治论坛，创立之初有富人俱乐部之称。论坛也主要侧重讨论失业、通胀、能源危机等经济议题，每年定期召开财长会以及领导人峰会。不过，现在的G7会议越来越聚焦安全议题。在去年于日本广岛举行的峰会上，这些领导人们就聚焦俄乌冲突，并且大谈核议题。分析认为，随着G7整体经济影响力下降，这个论坛已经从协调经济发展到扮演控制室的角色，依靠捍卫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制约和塑造全球框架来发挥剩下的影响力。这确实是G7最近2年的一种比较重大的一个转向，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趋势，可能包括了政治、文化和军事。国防部长的论坛升级为一个安全理事会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对世界今后的一个格局更加重大的影响。这期防长会议期间，日本新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也和美防长奥斯汀举行了会谈，这是日本政府换届后的首次。中谷元在会谈一开始就表示了希望日美能够紧密合作，奥斯汀则强调了美方对日本坚定不移的防卫承诺，并且提到了美方的延伸威慑，其中包括向其盟友提供核保护。此外，根据日方发布的声明，双方还重申了所谓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日本石破茂政府于本月初正式上任，防卫大臣出身的石破茂曾多次谈及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美日防长在10月8号举行了首次电视会议。最新的这次防长会晤中，中谷元和奥斯汀还提到了要强化日美同盟在日本西南地区的核阻力和反应力。深圳卫视注意到，强化西南岛屿作战力量建设是日本自卫队近期重要的发展方向。此举可填补驻日美军向第2岛链分散部署后的军力空白，提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进而加速迈向军事大国。此前，日美在日本西南地区的军力部署呈现美主日从格局，驻日美军在冲绳拥有30处基地，配置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等兵力2万多人。但随着近年来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关岛转移，日本自卫队的角色就更加重要。日本也积极主张巩固日美同盟，多次鼓吹发挥所谓联合威慑力的论调。此外，美日两国在今年7月的外长防长2+2会议中确认，华盛顿将改组其驻日指挥部，被视作美日同盟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升级。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还计划建立新的永久性联合总部，预计于明年3月底建成。不过，距离美国大选仅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对于未来上台的总统将如何处理盟友关系，外界仍处于观望中。现在这个美日同盟，它已经是把这个安全态势和这个日本的这个国防工业，甚至说可以说它的军队的一些这个关键的通信协议等等方面的话，都已经全部绑定了。就算是特朗普上台的话，他要想改变这些的话，也很不容易。七国集团防长会议召开，联合声明中涉及了多个议题，那对此您有怎么观察？七国集团最初是为了解决贸易和金融问题而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七国集团形成了一系列的财经合作的制度，在一段时间里扮演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的机构，是全球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精英俱乐部。而随着美国与其他盟国的协商而走向集体霸权。即便如此呢，七国集团也没有被认为是军事政治集团。
但这次七国集团的防长开会，似乎意味着七国集团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最近几年，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七国集团的外长和首脑频频在外交、地缘政治议题上发声。七国集团从地缘经济、货币金融协调平台朝着外交与地缘战略的集团转型。俄乌冲突、中东战火让这个世界变得愈加的不安全。七国集团的多个成员国，事实上呢，已经牵扯其中。意大利防长指出，七国集团要像牛虻一样遮醒世界。这个话呢，本身就透露着七国集团扮演警察或者是看门人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则反映出七国集团的傲慢。环顾全球，欧亚大陆的西端处于混乱之中，七国集团的多个大西洋国家其实已经深陷其中，怎么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警醒世界呢？亚太地区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势头，七国集团防长反倒关心亚太的局势，的确反映出比较浓的鸵鸟心态和戴着有色眼镜的看法。地缘冲突增多，并且出现了联动和共振的趋势，需要各国保持警惕。亚太国家更要防止欧洲和中东的冲突外溢，需要隔离于地缘政治冲突和矛盾之外，保持区域内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的势头和氛围。亚太地区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不仅造福了区域内的人民，也为当下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范例。不是遮醒世界，而是示范世界，这既是亚太国家的荣耀，更是使命。2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引发外界关注。这是他在拜登政府任期内对乌克兰的第4次访问，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2周时间，奥斯汀此访也被外界视为是在美国大选前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消息指，奥斯汀将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讨论加强对乌的军事援助。不过，这一次奥斯汀并没有带来新的军事援助，也没有允许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有观察认为，美国制造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相对稀缺，是拜登拒绝乌克兰使用该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请求的原因之一。五角大楼官员此前表示，如果不动用为美军在中东和亚洲可能发生的冲突所储备的库存，他们根本无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导弹。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这个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呢，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特别是在这个目标的遴选上面，他还是要盯紧乌克兰，不能让他什么都打。因为如果说乌克兰使用一些这种美制的这个远程导弹攻击了俄罗斯的，比如核电站，比如重要的战略性的目标，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很可能会带来整个危机的升级，进而这个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损害。数月以来，乌克兰一直要求被授权使用西方援助的远程导弹纵深打击俄罗斯本土，这也是泽连斯基胜利计划的要点之一。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因担心引发战事升级而多次拒绝这一要求。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就在奥斯汀访问基辅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也对基辅展开访问，并宣布法国将在2025年初向乌克兰提供首批幻影2000战机，并培训相关飞行员。这是继 F-16之后，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援助的第2款现役第3代战机。幻影2000是由法国达索公司研发生产的一款性能较为出色的多用途战斗机，从1983年服役至今，仍是法国空军的主力机型之一，并有相当一批早期型的幻影2000C 退役后被法国空军封存备用。今年6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将于今年底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如今则推迟到了2025年第1季度。外界推测，推迟的主要原因是对幻影2000战机进行改进升级，以便提升其空战、对地攻击以及电子战能力。综合分析来看，法国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5F 的可能性较大。从空战能力来看，幻影2000-5F 主要挂载和发射米卡系列空导弹，该型导弹的特点是同时拥有红外制导型和主动雷达制导型2种子型号，同时兼具中程拦射和近距格斗能力，配合幻影2000-5F 装备的 RDY 机械扫描脉冲多普勒雷达，可实现多目标攻击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美国、丹麦以及荷兰提供给乌克兰空军的 F-16战机相比，幻影2005F 的高空高速性能更为出色，而且相比于乌克兰空军现有的苏24、米格29等苏制战机，幻影2005F 可以更为方便地改装投射西方援乌的空射巡航导弹和铁锤精确制导炸弹，进一步提升其攻击俄军地面目标的能力。但是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说，法国自己使用的这个幻影2000呢，也都是第一数量少，第二是也这个机体的寿命呢，其实也所剩的不多了。作为一款法制的战机呢，它显然会这个在很多具体零部件上啊，具体的这种后勤的标准上，它可能还是和 F-16包括乌克兰现有的这个苏制的战机的这种体系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大乌克兰的后勤还有保障的这个压力。美国军方已将萨德反导系统紧急运往以色列，萨德目前已就位，不过他拒绝透露萨德反导系统是否已投入使用。萨德防护区域较大，因此也被认为是对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补充。美国军方希望通过部署萨德来保护以色列，防范伊朗对预期中的以色列报复性袭击所做的回应。有消息透露，预计美国会部署大约100名美军官负责操作萨德系统。就在布林肯前往中东之前，却发生了绝密文件外泄事件，内容恰好事关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计划。消息透露，这份文件的日期标注为10月15号至16号。最初由一个名为中东观察家的账户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布，随后在网上传播。这些文件被标记为绝密，并特别标注只能由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五眼联盟查看。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证实了该文件的真实性。该文件被曝来自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详细描述了最近几天以色列几个空军基地为报复行动采取的准备措施，包括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演习。文件还详细说明了以色列无人机单位所做的准备。文件甚至连参与演习的机型、使用地对空导弹等信息都掌握。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此事影响较大，而且令白宫丢脸的是，此事暴露了美国监视以色列的事实，将令两国本就不断走低的信任关系进一步受到侵蚀。This is obviously going to cause some consternation, to say the least, in Israel itself. And of course, it comes at a very delicate moment between the U.S. and Israel. And it really reveals, I think,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ich is that for 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efforts to get information directly from Israel and, intelligence about what they're planning to actually do in Iran and having all of these conversations, they're still collecting intelligence on them and doing surveillance on their activities. 美国空军退役上校莱顿直言，此事破坏性极大，定会迫使以色列改变报复计划。他分析，不排除泄密者还掌握更多内容，后续或陆续公布。Well, it could be quite damaging, and it could be an indicator, Jessica, of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One of them might be that the Iranians have somebody who is working for them within U.S. intelligence. That would be a very bad thing, to put it mildly. The other thing could be that it'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in essence,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trying to prevent Israel from doing things by revealing what the Israeli plans are.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次泄露的情报当中还提到了以色列的核能力问题，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潜在的核能力会有更多的批评，尤其是以色列对于现在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些破坏。目前，美国正紧急调查情报泄露事件，而在该事件发生后，内塔尼亚胡还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通了电话，表明对于报复伊朗的行动，以色列将根据自身利益做决定。特朗普随后对记者表示，二人的通话非常愉快。他对内塔尼亚胡说：“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碍于白宫的压力，决定不攻击伊朗石油或核设施，而转为军事设施。报复时间就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前。此外，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如果他在选前不断扩大自己的战略利益或者战略空间的话，美国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敢对他进行施压，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选举时刻，谁都不会得罪美国国内的犹太选民。有消息称，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已在以色列投入使用。那么，萨德将如何补足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可否视为美国对以军援的升级呢？10月1日夜间，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的导弹饱和攻击中，80%以上的导弹突防成功。
以色列的反导系统暴露出防护范围小、无法应对饱和攻击等缺点，而这些缺点是以色列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的。于是以色列只能求助于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请求，美国迅速答应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以色列的剑2、剑3以及大卫投石索反导系统相比萨德系统最大的优势呢，在于配套的 TPY-2 雷达对弹道导弹的最大探测距离可达2000公里，是以色列反导系统绿松雷达最大探测距离的2.5倍。因此早期预警能力更强，能够给反导系统争取到更多的反应时间不仅如此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弹能在大气层内外进行拦截，而且呢，最大拦截距离可达20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180公里，理论上可拦截伊朗目前列装的所有型号弹道导弹不过萨德系统要想在以色列发挥重要的反导作用，需要较多的数量，因为一套萨德系统只有48枚拦截弹，理论上最好的拦截效果也只是拦截48枚弹道导弹。而从10月1日夜间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来看，伊朗完全有能力在很短时间内发射200枚弹道导弹进行饱和攻击所以美国现在部署到以色列的一套萨德系统根本不够用即便接下来美国在以色列部署第2套萨德系统那么连同以色列的国产反导系统，理论上也只能拦截120到130枚左右伊朗的弹道导弹，仍不足以应对伊朗导弹的饱和攻击但是呢，话说回来，1至2套萨德系统用来掩护少数几个以色列的重要城市还是可以的。这可能也是美国在以色列部署萨德系统的最大意义吧。美国军方泄露文件揭示，以色列有核武器，计划报复伊朗。那么实际上，以色列大概有怎么样规模的核武库呢？它会将核报复列入选项吗？以色列是拥核国家，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以色列的核武库大小以及核武器类型、性能等情况，以色列方面严格保密，外界无法了解详情。但是有关以色列核实力的分析报告，在世界上却有很多，其中不乏一些权威研究机构的报告。据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核武器报告，以色列现役核弹头数量大约为80枚，虽然比2007年报告中的150至200枚核弹头显著减少，但以色列现役核弹头的使用灵活性和打击精度都有大幅提升。美国日裔军事评论员凯尔·勾尚指出以色列现在已经形成了3位一体核力量，空击核力量主要是特洛诺夫空军基地的核炸弹仓库，以及用来投掷核炸弹的以色列空军第69铁锤战斗机中队 F-15I 战斗机。陆基核力量主要是部署在塞多米哈导弹基地第150、199、248导弹中队，部署的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杰里科2和杰里科3弹道导弹。陆基导弹配用的核弹头储存在提罗什村附近。海基核力量主要是部署在海法军港的6艘海豚级潜艇，每艘海豚级潜艇有4具60毫米鱼雷发射管，专用于发射伯利恒潜射核巡航导弹。以色列长期奉行的是累积威慑核战略，即公开场合不承认也不否认自己拥有核武器，让外界去猜，但暗中积极研究、制造、生产核武器，进行隐形威慑。一旦需要，以色列便会不惜一切代价率先使用核武器，给对手以快速、沉重的核打击。累积威慑核战略具有明显的隐秘性、灵活性、务实性、攻势性特点。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行动是否会动用核武器，要看双方的对抗情况。10月1日夜间，伊朗对以色列进行了导弹打击，那么以色列接下来可能对伊朗的报复行动不会使用核武器。但如果在以色列报复之后，伊朗再次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导弹攻击，尤其是造成以色列重大损失的话，那么会刺激以色列将核报复列为后续报复选项的。
那在您看来，目前中东会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他所谓7条战线上作战，最重要是要实现什么目的呢？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制约：一是以色列和伊朗现在都无心也无力进行大规模对抗，以色列目前应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2个方向的作战都深感力不从心，更何谈去对抗伊朗这个庞然大物啊？而伊朗国内局势不稳，最希望的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稳定内部，这也是伊朗选出佩泽西奇扬这样的改革派当总统的主要原因嘛。在地理上，以色列和伊朗相隔上千公里，无论谁都无法支撑长期大规模的攻击。二是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都不愿意卷入，而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都有不俗的实力，又夹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客观上起到了隔离以色列和伊朗大规模对抗的作用。三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愿意看到中东爆发全面战争，即便是美国也是这样的态度。美国虽然袒护以色列，但不会允许以色列破坏美国的中东战略，将美国死死拖在中东。这次以色列报复伊朗的绝密计划泄露，不排除是美国故意为之，警告以色列不要把事儿搞得太大，导致中东局势不可收拾。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内部的日子并不好过，受到2头挤压，极右翼认为他做得不够狠，温和派认为他做得太过头，所以内塔尼亚胡夹在中间，整天要平衡2方势力，心也很累。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最想达到的目的是保持冲突不停止，但又不能急剧扩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不被清算。如果冲突停止，那么以色列就会陷入内斗，内塔尼亚胡必然会受到清算；如果冲突急剧扩大，那么就很可能失控，内塔尼亚胡就会失去掌控能力，命运同样会很糟。只有像现在这样一直打，但烈度又不太高，才是内塔尼亚胡最想要的。不过内塔尼亚胡这么玩火是很危险的，因为只要冲突持续，就很可能有意外发生，脱离内塔尼亚胡设想的轨道了。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部长高耶尔19号透露，印度已向美提议签署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协议。这一协议将使得包括电动汽车领域在内的印度企业从美国市场获益，成为美印联手打造所谓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最新动作。那么，这一带有明显地缘政治色彩的动作，主要目的是什么？来看报道。据报道，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部长高耶尔是在本月初访问美国时，向美方提议签署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协议。当时两国签署了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高耶尔当时还指出，美国和印度需要将第三国拉进合作框架，包括非洲和南美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关键矿产包括钴、铜、锂、镍和稀土，在清洁能源生产上作用关键，也是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必需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印度电动汽车市场呈现出较快增长趋势。2023年，印度电动汽车销量几乎翻番，预计2024年将增加66%，达到乘用车总销量的4%。到2030年，印度电动汽车预计将占印度市场的近1/3。印度虽有心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市场，但仍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印度既缺乏对电池生产至关重要的锂、钴和镍等关键矿物的大量储备，也缺乏相应的开采和储备经验。这一现状导致印度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所需的大量矿物需求。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包括镍、铂族金属、锂等在内的10种关键矿产的进口额达到110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被广泛应用于电动车产业链的锂进口额接近30亿美元。为此，印度政府在2023年相继出台系列政策，确保供应。6月下旬，印度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8月下旬，印度修订法律，允许为深层矿产分配勘
勘探许可证。年底，印度矿业部又宣布鼓励关键矿业的研发活动，并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高科技解决方案，促进勘探和采矿行业。有分析指出，印度政府的举措绝大多数是在近1年的时间内出台和实施的，体现出节奏快和频次密集2个特点，毫不掩饰其加快改善矿产资源供应现状的意图。他自己呢，国内有矿，但是呢，开发的品位也比较低，而且呢，可能在好几年之内形成不了这个商业生产。对于印度来说，它的目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它所谓的就是要去风险，要增强它自己呢，在这个关键矿产领域呢。这样的一个自主能力，要避免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供应链中断对自身呢产生这个影响。在加强国内勘探和开采的同时，印度也将目光转向了海外。2022年7月，印度与澳大利亚达成共识，澳方将为印度供应太空、国防工业、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车制造等行业所需的关键矿物。2024年1月，印度签订首份海外锂矿开采协议，将共同勘探开采位于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的5个盐湖卤水型锂矿。根据协议，印方将总计投资2400万美元。目前，阿根廷拥有全球已探明锂矿储量的21%，且大多数是开采成本较低的盐湖卤水型锂矿。此外，印度还考虑在智利和玻利维亚寻求关键矿产项目，以进一步扩大关键矿产的来源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与阿根廷签署的这份协议是在印度于2023年加入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达成的，旨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美印商务部在今年10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支持两国在关键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和精炼以及回收和再利用方面的商业发展。有分析指出，这一带有明显地缘政治色彩而非纯商业目的的动作，可能会加剧中印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对关键矿产的海外布局形成挑战和冲击。对此，中国外交部曾回应称，中方一贯认为，关键矿产资源国都应该为保障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承担全球相关矿产供应的责任，确保相关经贸合作正常开展。同时，不应将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冲击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中方将继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他也是把这个今后呢，对这个拉美，包括呢这个非洲，这个可以说关键矿场这个富有地区呢，作为呢今后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战略方向。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呢本身呢，它在这个打造这个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同时，它呢进一步发展呢与美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关系，也迎合了这个美国呢在这个关键矿产这个领域呢遏制中国的这个目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地缘政治也是比较明显。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就开始对国内关键矿产和原料供应链进行评估，并不断试图推动与盟友合作和加强本土加工能力。去年，日本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签署了一项类似协议。而随着美印关系升温，两国就关键矿产合作制定长期计划。外界认为，美印之间的协议虽然为印度成为制造业中心铺平道路，不过随着美国下月将举行大选，只能留待下一届美国政府来决定。但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未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在推进印太战略中，印度仍将扮演关键作用。美国的对华战略，特别是美国这个两届政府提出这个印太战略，它与以往的这个对华战略有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印度的纳入其中了。这个更广的角度、更长的战线，对中国呢进行一个战略这个遏制，也可以预计呢，这个随着呢这个中美这个战略博弈的这个持续。这个印度呢会在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呢会发挥呢越来越多的作用。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两党候选人都在跑行程拉选票，尤其聚焦摇摆州。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日前现身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快餐店打临时工，以拉取工薪阶层选票。而在当天迎来60岁生日的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则在佐治亚州动员黑人选民提前投票。目前民调显示，两人选情依旧焦灼，竞争激烈。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来到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拉票。他来到费城郊外一家麦当劳连锁店，他先是系上围裙，在学习了如何炸薯条后，便上手操作了一番。随后，他来到免下车服务窗口，向司机们提供服务，并将一袋袋食物递给顾客。他向客人表示不用付款，有的顾客则大声喊口号以表支持。有消息指，当天这家麦当劳暂停营业，所以顾客都是预先挑选，并已接受安全搜查。Hello, my new baby boy. How are you? Your new baby. How are you? Doing great. How are you? So this is compliments of me, okay? All right. You go have a good time. Don't eat too much, right? I won't. You have a great day. Thank you, man. You take care. Thank you, honey. Have a good time. Thank you. It's cute. This is fun. I could do this all day. I wouldn't mind this job. I like this job. I think I might come back and do it again. 特朗普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在针对对手哈里斯，后者在竞选期间曾表示自己早年曾在麦当劳打过暑期工，做过收银、炸薯条和打冰淇淋等工作。对此，特朗普攻击哈里斯称这是个谎言。Talked about the heat. It was so tough. She never worked at McDonald's. McDonald's just confirmed that again, by the way. She never worked at McDonald's. In other words, she's lying, Kamala. 在有现场记者提到当天是哈里斯的生日后，特朗普祝她生日快乐，并开玩笑说要送些薯条。It's Kamala's birthday. She's 60 years old. Yes, I would say happy birthday, Kamala. 事实上，竞选期间，哈里斯多次提及自己在麦当劳的打工经历，还有舆论称，哈里斯的麦当劳背景已成为他这次选举的一个重要话题。今年夏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不少民主党人士都在发言时提及哈里斯的这段经历，并将其作为和特朗普上层阶级背景的对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一度笑称，哈里斯将打破我在麦当劳工作时间最长的总统的记录。因此，特朗普也多次质疑哈里斯的打工经历。针对特朗普的最新攻击，哈里斯竞选团队发言人伊恩·萨姆斯批评称，这是特朗普绝望的表现。哈里斯的竞选搭档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怼，他表示，这个家伙几十年来一直在限制工人工资，削减数百万人的加班福利，反对任何提高最低工资的努力。同样在跑行程的哈里斯，在20号佐治亚州的竞选活动中，也将矛头直接对准特朗普。哈里斯在发表演讲时，就提及有人试图在美国加深分裂，散播仇恨。What kind of country do we want to live in? A country of chaos, fear, and hate, or a country of freedom, compassion, and justice? 随着大选的临近，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再次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一直以低利率和低税收作为其经济计划要点的特朗普20号重申，如果再次当选，他会降低美国利率。当前，美国选民对目前民主党治下的高通胀普遍不满，也对哈里斯若胜选后可能采取的经济措施表示怀疑。不过，也有调查显示，美国68%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的通胀率将比哈里斯当选的情况下上升得更快。对于选情的波动，美国市场反应敏锐。由于特朗普公开支持加密货币，以至于比特币被视为所谓的特朗普交易，而哈里斯则支持为该行业制定监管框架，与拜登政府时期对该行业的打压有所区别。就在21号，比特币价格走高，逼近7万美元，大量资金流入比特币交易所挂牌基金，以及对美国监管前景的乐观情绪，都提振了比特币市场情绪。有观察指出，市场押注11月5号总统大选后，美国的加密货币规则将变得更加友好。目前，外界普遍认为此次大选结果难以预料。截至10月20号，主要民调机构认为哈里斯的全国支持率仍然高于特朗普2到4个百分点。不过，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发布的3项支持率调查显示，哈里斯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正在不断缩小。一些针对个别摇摆州的民意调查还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正在逐渐上升。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媒体和学者认为，参照2016年和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目前的民意调查可能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